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《藏海传》肖战权谋狂魔 vs 富山海，诚意武侠疯子内卷天花板。即将播出的古装剧《江湖》，这个夏天注定要热闹了。一边是肖战带着权谋大戏《藏海传》杀回朝堂，一边是诚意扛着武侠大旗富山海闯入江湖，两大顶流正面对撞，观众手里的遥控器都要捏出汗了。剧情：权谋复仇 vs 武侠穿越，谁更抓人？《藏海传》走的是美强惨复仇记，肖战演的藏海，全家被灭门后隐忍10年，靠一手营造技艺和权谋术杀回京城，一边步步高升当官，一边查血案真相。这剧主打智斗朝堂上勾心斗角，台词里全是话里有话。预告片里肖战一个眼神扫过去，朝臣们集体哆嗦的场面，权谋味儿直接拉满。但风险也在这儿，权谋剧容易节奏慢，年轻观众能不能坐得住？富山海玩的是武侠穿越梗，诚意演的涉序萧明明穿进自己写的小说里，变成大侠萧秋水，从菜鸟一路升级打怪，还一人分饰亦正亦邪的李晨舟和现实世界的打工人。打戏是重头戏，诚意亲自上阵翻跟头、吊威亚，预告片里见光一闪，弹幕直接刷爆。但武侠翻拍向来是雷区，温瑞安的原著粉能不能买账？阵容：郑晓龙坐镇 vs 莲花楼原班，谁更靠谱？《藏海传》最大招牌是导演郑晓龙，《甄嬛传》《芈月传》的功底摆在那儿，拍权谋戏堪称老中医把脉稳。剧组复刻了唐宋官服，连官帽云纹都按古话来，考剧党狂喜。肖战这次挑战谋士角色，不用谈恋爱，专心搞事业。预告片里他拿着罗盘测风水，在沙盘前运筹帷幄，倒是摆脱了古偶男主的套路。女主张静怡戏份不多，但预告里叶探敌营的戏份够飒，算是没拖后腿。富山海押宝的是熟人局，导演林峰带着莲花楼原班人马，打戏设计行云流水，诚意从悬崖上一跃而下的镜头，被粉丝做成动图疯传。诚意这次要演3个角色，愣头青萧秋水，霸气反派李晨舟，涉序萧明明。光是看预告片里他切换眼神的片段，演技粉已经提前开香槟。但女主娜扎的演技始终是玄学，预告里她举着剑喊为义而战时，评论区飘过一句姐要不还是回去走红毯吧，点赞过万。制作：烧钱搞细节 vs 省钱玩情怀，谁更舍得？藏海传明显不差钱，剧组在横店搭了座微缩紫禁城，肖战穿的官服一件造价3万，连群演手里的公文都印着仿古字体。郑晓龙还拉来《甄嬛传》礼仪指导，朝臣怎么跪拜，后宫怎么行礼，全是知识点。但风险在于太端着，观众现在更爱看《庆余年》那种权谋带梗的剧，怕这剧严肃过头变古装职场教学片。富山海把钱花在刀尖上，武侠剧最烧钱的特效，他们反而抠门竹林打戏全是实拍，诚意吊着威亚在竹梢上对砍，道具组砍了300根竹子才拍出万叶飞花的效果。但场景明显寒酸，反派大本营看着像民宿客栈，弹幕吐槽这届魔教是不是经费不足？收视预测：权谋难出圈，武侠靠情怀。藏海传背靠央视和优酷，中老年观众基本盘稳。肖战的流量能让首播数据炸一波，但权谋剧想破圈的，看有没有环学那样的梗出圈。目前预告片里藏海测风水、破案官服、刺绣藏密信等细节被热议，有望复制长安12时辰的考据热。富山海在腾讯和爱奇艺双平台播，年轻观众盘更大。诚意的莲花楼去年爆红，武侠迷对他有滤镜，但温瑞安的原著《神州奇侠》粉丝基础不如金庸古龙，
改编幅度大了容易挨骂。目前预告片里艺人分饰三角社序穿越逆袭的设定很戳打工人，可能复制庆余年的逆袭路径。终极对决，顶流要流量，更要口碑。肖战和程毅这一战，表面看是流量之争，实则是转型关键。肖战靠《陈情令》爆红后，一直想甩掉古偶男神标签，《藏海传》里他全程智商在线，感情线近乎没有，明显冲正剧去的。程毅靠琉璃莲花楼站稳古装圈，这次挑战精分式演技，成了能吹实力派，砸了可能被打回仙侠圈。观众其实赢麻了，权谋党能看肖战在朝堂下棋，武侠迷能看程毅在竹林飞天，遥控器一分为二，电视电脑齐上阵。但就怕两部剧都玩脱了，一个权谋变宫斗，一个武侠变玄幻，那今年的暑期档可真要藏海赴山海，双双沉大海了。剧王争霸终极解密，当武侠上权谋复仇，肖战程毅谁捅破流量天花板？在即将来临的暑期档，观众们所期待的一场顶流大乱斗正在悄然升温。程毅与肖战两位当红小生，分别携带武侠剧《赴山海》与权谋剧《藏海传》争夺收视率，未播先爆的盛况让人不禁想问：这将是一场怎样的巅峰对决？悬念制造机，30亿阅读量背后的全民狂欢，这场竞争的火药味可谓浓厚。微博话题阅读量双双突破30亿，热度直逼各大社交平台。不论是煎饼摊的大爷，还是大学校园的00后，都在讨论两位主角的表现。当流行文化成为全民社交货币时，这种现象不仅是热度的堆积，更是文化认同的体现。赴山海破壁3重奏，程毅的武侠元宇宙谈及赴山海。程毅在全剧中挑战多个角色的设定，现代社畜、热血少侠以及沧桑大侠的多重身份交替，充分满足年轻人对咸鱼翻身的向往。横店拍摄期间，程毅身挂威亚，仍然专注剧本，迅速上了热搜。这种拼劲无疑为剧集的成功奠定了基础，但压力同样巨大。前莲花楼的高评分压力使程毅背负重任。而水墨画风的打斗场景不仅展示了导演的野心，更为观众带来视觉盛宴。《藏海传》复仇者联盟，肖战的演技突围战，肖战的《藏海传》则采取另一种姿态。郑晓龙的导演手法像极了《复仇者联盟》，对传统古装剧的叛逆与创新使之充满看点。失落的少年从灭门之痛中奋起，如何从背景寒微发展为权力中心？不仅考验其表演功力，更与剧组设计的精细度相得益彰，更是让考剧党们蓄势待发。关于肖战演技的争论几乎是常态，而他在郑晓龙的调教下能否打破质疑，成为观众最关心的悬念。隐形战场，那些比剧本更刺激的幕后博弈排播策略，成为双方较量的重要一环。赴山海或将采取会员抢先10集的大招。而藏海传则有可能选择日更模式，形成隐形的心理战。此外，品牌赞助的较量同样激烈，程毅剧组引入多个植入品牌，肖战则搭上了奢侈品。这些因素使得这场斗争不仅仅是在屏幕上的较量，更是经济和市场游戏的博弈。降维打击偶尔双赢格局，解码内娱尽皆密码。如今内娱市场已经注意到在拼演技比制作的发展趋势，这无疑对观众是一大福音。市场里有观众希望视觉享受与情感共鸣同步，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，成为了新一代作品的重要考量。随着《赴山海》与《藏海传》的上线，对于观众来说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喜欢成为关键。开播倒计时，打工人终极生存指南对于普通观众而言，如何在两部剧间进行平衡亦是一个问题。选择左手平板看权谋，右手手机刷武侠，成为了成年人的追剧新姿势。这种多元化的观剧体验也在不断改变着整个娱乐市场格局。
在未来的竞争中，无论是诚意还是销战，赢家不再只有流量数据，更多的是在演技、制作质量上的制胜。